298哪里贵了？大班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好吧？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你有没有认真工作？大班一个国内品牌很难的，好吧？想想自己努力了吗？人家大班就卖你200多块钱，给你39块板件，外加还全部都有漆面。好了，以上都是开玩笑的啊，玩梗务必当真。首先呢，这里先给大家道一个歉啊，因为非工作日的时候呢，自己不在出租屋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拍这个板件。简单聊一下这个板件呢，就是比想象中的要好，虽然漆面也有很多瑕疵啊，但是观感上非常的舒服。这一次呢，没有碰到太多板件明显比较肉的情况，比较常见的是缩胶和飞边，这个确实有点多了。不过好在都出现在一些小零件的位置。只论性价比，不考虑模型性质的话，这个板件量加上板件效果的话，性价比确实不低。整一个拼装时长呢，最少是10个小时起步的。说明书也是直接干到了56页，其中光拼装的内容就占30多页。这里不得不提到一点啊，这一次大班的排模是排得非常合理的，并且在说明书上给了索引。我们可以看到头部一共用了5块板件 GQRSV。当我们找齐这5块板件，拼完头部来到躯干部分的时候，发现躯干部分也是这5块板件，而做完躯干之后来到双臂呢，也是去除了前面2块几乎快用完的板件，加上了2块新的板件，依然是5块板件。接着来到下一步呢，其实也只要追加1块外板件就可以了。8827的排模设计让我感觉整个拼装过程非常的流畅，即使它足足有37块板件，我也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找板件上。可惜的是说明书还是出现了错误，但是好在给了修改版的。要知道说明书修正的金宝版我可等到今天都没发货。当我足足花了10多个小时把它拼完之后呢，成就感还是油然而生的。不过看了一眼这个水贴啊，我是真的不想贴了。虽然我不贴了啊，但是我还是要夸一下这个在水贴上面把部位给写明白了的这个设计，这一点真的非常有帮助。拼装完之后呢，主体的高度在18公分左右，整个主体的漆面表现呢还算稳定，没有出现大面积翻车的情况。主体的结构呢，应该是直接把 Fix 飞翼给解剖了，而并非直接翻的 MG 卡板飞翼。一些小的展开机构呢，还原的还算不错，操作起来也非常流畅。肩胛这边的联动还蛮魔性的，我倒是挺喜欢的。肩部火神炮展开，要是能再往外凸一点就好了。而两边的耳机呢，就直接做成了替换的样式。把这些展开机构全部展开之后呢，我们 Fix 飞翼就显得有些细碎了。面部的话稍微近一点，可以看到一些痘印。我们再简单看一下可动方面值得说的一些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小臂的平装关节，整体看起来呢是非常协调的，但是避免不了特殊角度比较割裂。腰部呢，各个朝向的可动幅度都不算大。即便如此呢，上了背包之后，腰还是会明显的向后仰。肩膀部分的拉出关节非常有意思啊，直接就干到90度了，骨折式可动啊，就是穿帮会比较明显。手臂曲肘呢可以超过90度，但是达不到180度。这边就体现出了本款套件的一些问题了，在肩胛上面呢会有这种明显的合缝，这个合缝是合不紧的，怎么压都压不紧。并且我手上这一台左腿的大腿根平转关节非常的松，我试图在安装完成之后把它拔出来加固之后再插回去，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拔不出来，我又怕大力出奇迹给它掰断了。胯部这边的可动增强关节呢，一般在成品上面出现的比较多，拼装来讲的话确实会比较冒险，但是这一次牢固度看起来还可以。侧裙甲的让位也是直接给我看呆了，有点害怕，但是我试过了，不太容易断。屈膝的联动非常精彩啊，但是屈膝不能达到180度，不过对于翅膀机来说倒是完全够用了。复原的时候呢，小腿后方的2侧装甲需要手动恢复。这个联动让我们从正面再来看一次。
小腿后侧呢还留有一个手动展开的喷口。同样的合缝问题呢也出现在了小腿的后侧。我手上这一台右腿后侧展开的这两个零件呢合不拢，始终都有一条比较明显的缝隙。对于如此华丽的 Fix 飞翼来讲呢，后悬架的设计会显得相对来说收敛，倒是也挺好看的。配件方面呢，这一次一共有4对造型手，一个备用的天线，完全一模一样，3个起支撑作用的混支架。不太理解的是，夹子这边设计成了 C 扣连接，我这边直接崩断了一个。地台也跟以往仿 MB 的产品做出了区别还原了 Fix 样式的地台。这个地台的结实程度倒是还不错，并且附带了 MA 形态的支架。为了方便握持武器，给了透明的辅助握持零件。然后就是这一对无比熟悉的武器了，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它有什么玩法。由于录制视频的时候实在是太晚了，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大家折腾演示了，非常抱歉。盾牌的质感还原的非常到位，我之前有一个正品的 Fix 的盾牌，跟我现在手上这个拿着的基本就是不相伯仲但是绿色零件还是出现了一些缩胶的问题，整一个结构就是用塑料还原了成品那这个关节把持力度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现在暂时还不得而知。矮星炮倒是给的非常大气直接给配备了12个，那在武器上和背后同时挂载呢也不成问题。不过在把玩过程中发现无法还原这个形态这个支架是没有办法插到这个支架上这个孔里的，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产品的问题这里有小伙伴知道的可以解答一下。拥有这种类珠光漆面的翅膀呢，变得非常的漂亮。这个翅膀的结构和造型呢，在国内翻模界已经见到过一次了就是魔星的那个飞翼。优点呢是造型还算不错，缺点呢用拼装来还原的话就不太稳定。或许是为了还原成品，这里明显设计了一个直装的孔位，但是却对了一个球冠我不太理解这个做法，明明可以改成直装会更加稳定一些，但是做成球冠的话就显得有些不太稳定了。个人感觉这个副翼要比主翼还要漂亮一些，顶部的羽毛展开非常的流畅，但是下面这3个羽毛的联动位置手感就比较生涩了。那么当我们看完所有内容物之后，回头来看一下这款产品首先是性价比方面。性价比方面呢，299块钱的券钱定价它是默认吃券的。同价位就差不多价位情况下还有8814。这款产品比起8814呢，板件并没有比8814少，并且预涂装的数量确实变多了。不能说它是一个涨价行为，应该说大班一直都卖这么贵就是卖贵了，比原创还贵。不过好在呢，可以明显感受到工艺有所提升。首先是材质没有那么硬了，剪钱剪下去不会有那种嘎嘣脆的感觉了。其次呢，组合度也有所提升，整个8827呢没有太多地方需要用到胶水。最后呢，排模的能力有所提升，拼装体验直接上升了一个档次。那么视频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明确不是推荐大家去买盗版，而是给经济能力不足的玩家多一个选择。至于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就需要大家自己判断了。如果本期视频对您的购买有所帮助呢，还希望您留下一个小小的一键3连，也祝我做出更好的内容。我们来日方长，下期再见，拜拜。